先回答一下今天我听到的几次出现的说爱情没有所谓的导师这一个看法啊。我觉得世界上其实大部分事情都没有导师，所以奇葩说好玩的地方就是打破这些导师所讲的那些道理，然后让大家各取所需。我认为所有听专家意见的人都只是在听他自己想听到的东西而已。对，所以不要太给自己压力，就是尤其是马薇薇，不要太给自己压力，就是你说出口的话会多么严重的扭曲别人的人生，他们只会索取他们要索取的那个部分来支撑他们自己的决定而已，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事情。好，那至于今天这个题目，我其实比较想要把焦点放在所谓对方想要的样子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对方想成是别人，我们把这个对方想成是我们自己。在座这么多的女生，跟男朋友吵架不开心的时候，心里面最常浮现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跺了一下脚，翻了一个白眼之后，你心中立刻浮现那句话就是：他为什么老是不懂我？他为什么这么不了解我？那这时候，如果我飘出来说，爱情不是关于懂跟了解，你们搞错了，你们就会一巴掌把我挥开。你们在恋爱当中想要被懂，想要被了解，这个很重要。所以当对方说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说不出来。可是我就是有想要的东西，请你去摸索，请你去像范甜甜一样的改变300种发型，来试着找到一种是会令我露出微笑的那个发型。所以范甜甜今天很难得的以喜悦而开朗，而不是控诉天下的态度，在陈述他的论点啊。那表示爱情给他治疗了很多，给了他很多力量。那所谓对方想要的样子，是他呼喊出来的吗？我认为不是。你们在座的女生，如果大声的呼喊说：“我要你为我戒烟，我要你为我早回家”，那个你们就觉得不值钱了。你们就是希望你们的另一半能够自己感觉到你要什么，然后做到那件事情。那个是爱情当中珍贵的、令你感动的部分。所以我不认为今天反方的人所说那些话说，我为你改变，然后我会拿出来跟你讨债，说老子为你做这么多，结果你都不为老子做一点点。我认为吵架的时候只是气话而已。爱情的本质的确是在摸索对方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能够给他什么。那你要把这个归咎于说，像秋晨所说的，我要把这个归到一个盒子里面，说这叫做我为你做的改变，然后你以后都欠我。我觉得在座大部分的人谈完恋爱之后，不会有算一笔账说你欠我多少，我欠你多少。像马薇薇说的，这笔人情你还不起。我们谈恋爱没有人在还人情这件事，所以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爱情的本质应该是体会对方的需求，然后满足那个需求。那个需求是对方大声呼唤的，或者是暗中透露的，或者是像范甜甜一样，你去百般摸索摸索出来的都好。可是你摸索到之后不改变，这个在我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们讲了很多开心的例子，我举一个伤心的例子，就是人都会衰老，最后哪一方弱下来了，另外一方就得变坚强。是变弱的那一方在呼唤你说：“你要撑住我，因为我现在已经弱了，我不行了。”不用，你看他倒下了，你就知道此刻的你如此衰弱，需要我自己重新撑起来。我要变成一个让你依靠的肩膀，这就是改变呢、这个是爱情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你们说不为对方改变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第一个，不要逼对方说出口，当他说出口的时候，那个改变就不那么美好。第二个，为对方改变后，不要算这笔账，是你自己的选择，可是是为对方做的改变。讲完，谢谢。大家好，我是山无陵，天地合，都不会与君绝的 KK 苍人。大家好，我是最冷酷、最无情、最无理取闹的 JJ 金星。大家好，我是幸福的快要死掉的 MM。你觉得我们仨像吗？
像谁呀？像我们的组合是 K 姐。K 姐，这个是什么？这是尔康的鼻孔是吧？是典型的尔康的造型吗？常常在微博上面看到这张图。你会不会每次看这张图都有一种被他瞪了一眼的感觉？你看我吗？你在看我吗？你在看我吗？被你盯上，你在看我吗？你在看我吗？你在看什么？害怕被发现吗？昂去跟他演对手戏最近的时候会有多近呢？最近的时候就快要进到那个对眼了。有一种要掉到他鼻孔里的感觉。那时候年纪小还不懂得想太多。来，让我们掌声送给今天的女神林心如小姐。哦，我每次遇到这样的美人女神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该怎么对待吻戏这个事儿。吻戏啊？对，舔嘴唇干什么？想我现场教你是吧？对，就是我一直很好奇，我也从来没有试过啊。这个，你有过吻戏对吧？我基本上每一部戏都会有一些吧。嗯。那你怎么应付呢？硬着头皮咬了牙根上，因为我很害怕拍吻戏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尴尬。就不管你在里面是怎么样爱的多么深情，你要想想看旁边围了多少个人，有人正拿板子这么照，然后呢，有人那个拿那摄影机这么看着你，然后可能还有隔壁的一些邻居啊，因为我们曾经在人家小区拍嘛，就在蹲在地上嗑瓜子，看着两个人拍的很深情的吻戏。吻了，哎呀！对，就特别尴尬，你还听到瓜子声。所以现在呢，又没有靠近的灯光，又没有靠近的摄影机的情况之下，你一定可以比较放松的教一下马东怎么演这个吻戏吧？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节目。有没有那种男演员消化不好，这么吻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幸运可以碰到这种人。演吻戏会要练习吗？比如说来了一个非常帅的男演员，说林小姐，一会儿咱们俩要吻戏，要不咱们先练练？不会有这种情况哈。我暂时没有碰过这种情况。你一会儿在这个节目里面会有一场吻戏，要不咱们先练练？好吧，不再那个虐这个林心如小姐了啊！哎呀，为什么女神来都是要遭此厄运呢啊？那个，其实一会儿即便如果有一个人在现场会跟你有吻戏的话，我也会给你介绍是我们现场最帅的一位帅哥，就是那边美特斯邦威的周邦威先生。来，邦威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邦威所在的企业美特斯邦威。通过有范儿冠名赞助了《奇葩说》，所以大家看看邦威就知道什么叫有钱有势有情有款，其实都不如有范儿。谢谢有范儿。同时谢谢古力多燕麦牛奶赞助我们，谢谢。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来看一看本场的辩题。但是本场辩题出题方不太一样。是两位宇宙大帅哥，我要交给尊敬的康永哥来介绍他们。我们在《康熙来了》呢，就是为了小 S 主持的乐趣，3不5时要寻找到小鲜肉来进贡。因为小鲜肉看到了《奇葩说》之后，对于各位选手的表现赞叹不绝。对，他们要贡献他们的能力的方法，就是今天到《奇葩说》来帮我们演出这个我们的题目的小短剧，所以请大家给他们鼓励。师傅，你今天怪怪的，你怎么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分手？超爱她的吗？我儿子超爱她，我都为了她改变的不像我自己了。为什么？她嫌我个子矮，不够高大，不够威猛，我就天天穿她送我的增高鞋垫。他这是为你好你看我也用了，还3公分。不是，
好险我爱抖脚、乱丢袜子、上床前不洗澡这些习惯，通通都改了。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嫌我幼稚！怎么？嫌你幼稚？难道他喜欢马东那样的老男人啊？倒不至于啊，马东那样太惨了啦。只是最夸张的是，他嫌我理发师这个工作每天遇到太多的女生，他就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哦、baby 呀、反正是理毛的工作嘛，你换去给狗狗美容就好了啊。对，我懂你的，你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我宠物美容高级的证照都考过了。还有没有原则啊你？好啦，其实我状况也差不多啦。我女朋友要我戒烟，怎么可能啊？然后她还要我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工作，多花点时间陪她。她也不想想我赚钱是要给谁花，这样是不够爱她。如果你爱她，你就要为她改变所有一切。为什么？因为你爱她。爱我不就是因为她爱原本的我吗？我为什么要为她改变？对，反而是你变来变去，到最后你连你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最后呢还不是被人家一脚踹开？啊，不是，不然你现在跟你女朋友，你们的感情就很甜蜜，是不是？干嘛？分手了！分手？该分手啊你！傻妹装恋爱大师就有说三道四的。这都分手了，做自己比较好嘛，对不对？做自己比较好，小心你孤独终老。闭嘴啦！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我现在就去找甜甜。走着瞧。你往前跑。也许是我们缘分不够吧。不过朋友们，恋爱中到底要不要改变自己，成为对方喜欢的样子呢？你知道我们对阵谁吗？知道，史上最严肃的3个人。对，我觉得我们就一定要感性一点，让观众所有人都看到他们多么的不是一个人。谁要用逻辑谈恋爱啊？无聊死了！真的，同志们呐，形势严峻呐。我们遇到的对方这3个人，应该说他们代表了3种都很厉害的特色。你俩负责感性，我负责性感。他们应该就是走那种懒得跟你讲什么道理。我不听，我不听，我不想变成一个冷血的人。玄艺哦，周玄艺真的也是个狠角色，因为他会把场子搞得非常的冷。我又要当暖场小公主了吗？好，我们看题目出来了，题目是恋爱中该不该改变自己，成为对方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这道题谁要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的话，绝对可以得什么诺贝尔、什么世界和平奖什么之类的。概括美。对，所以我们要请睿智的康永哥，今天来做一个首先的选择：恋爱中该不该改变自己，成为对方想要的样子？好难哦。绝对称不上是一个睿智的选择啊，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改变。改变自己，成为对方想要的样子。那么一直那么执着、坚定、果敢的金姐，你选什么呢？没有，我还要谢谢康永哥选择了改，我选择反方，不改变。你本来就要选择不改变是吧？对，因为还是基于我的个性了。因为这个问题确实50-50，但是我只能从我的恋爱经验当中，我是不改变。那我们不就得要聊一下女神的恋爱经验了吗？是不是？这么多年到现在，是因为什么？是改变还不改变？不这么说吧。谁为你改变了？谁为你不曾改变？你为谁改变过？你为谁不曾改变过？为什么都是我呢？这个好难哦，我觉得取决于有多爱耶。好吧，那你就是此时此刻，不管谁，你会改变吗？我觉得我不会改变，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如果我都不是我的时候，
那我都不爱我自己的时候，他怎么爱我？这貌似是一个成熟的选择啊，但是这句话说起来特别容易，做起来但做起来是非常难的。是因为你现在没办法一定要我选嘛？可是如果真正的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适当的改变是可以的。你会迁就、妥协？我觉得可能是包容。包容。所以你又选择了2个立场，我们大家再次知道林心如小姐是一个多么没有立场的人啊！连女神你就随便她吧。对，好，这个女神有这个神的权利。来，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红键选择正方，该改变；蓝键选择不该改变，请投票。5、4、3、2、1。好，凝固在这里，好吧？现在是反方56，正方44。来，正方谁先开始？哦耶！在任何的生态环境里面，一个生物要生存，它只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它改变自己去适应，要么它就迁徙，它离开。这就是所谓的进化论嘛。其实我们奇葩说这个舞台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改变了自己一些，来适应这个游戏规则，不然我们就会被淘汰。那一直以来，我觉得爱情好像是这样，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适应你，我改变你，因为我不想你去别的地方，因为我也不想去别的地方。但是，我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做自己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世上唯一如果有一个可以让你完完全全做自己的人，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可是爱情有个很奇妙的前提，就是你会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现这个人好多的优点，然后你就爱上他了。但是你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现这个人的缺点。有一句话叫“人活着赖着一口氧气，氧气是你”，所以我爱你。你有一点点雾霾没有关系，我戴着口罩。我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我看到天空有一个臭氧层有个漏洞，没有关系，我为你改变，我打着太阳伞，继续往前走，你又开始下暴风雪，没有关系，我为你改变，我穿上厚厚的衣服和雪靴，直到有一天我走过一面镜子，我看见镜子里面的自己，戴着口罩，打着伞，穿着厚厚的衣服和雪靴，我才想到，其实原本我只是想做一个快快乐乐的水手，而我已经为你改变的面目全非了。单方面的日积月累的改变，耗尽了我对你所有的爱。所以我们能不能在爱没有耗尽之前，让我微微你看着我。我被实习了是吗？不是那个。他需要一个交流，他是需要一个点，我需要一个点，需要一个视线关系，你就做他的那个点就完了嘛。OK。所以可不可以在我对你的爱没有耗尽之前，你看我爱你这么狼狈、这么辛苦的时候，你也拉我一把，为我改变一点点呢？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你天生要变的。你今天的你一定不是昨天的你，你会为工作变，为家长变，为你的事业变。为什么你为了一个这么爱你的我，你不能变一变呢？最后我想拉回来，就是说，一个人变，一个人不变，这样是很辛苦的，会耗尽爱。我鼓励的是2个人一起变。所以2个人恋爱，就是在人群中看到了彼此。我们越走越近，我不介意我走得多，你可以走得少，但是你要动嘛，你不能站在原地对我说：“哎，你怎么离我越来越远？”就这样。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特别伟大，就是幼儿园的老师。我见到过一个幼儿园的伟大的老师，就是他在一个特别喧嚣的像奇葩说的现场的那个孩子环境里，每个人都在喊，你知道，很多人就跟范甜甜一样冲进去把这个拍死了，那个守在门外的那种。但是他选择的方式是那种，嘘，从前吧，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沈家安静。
你特别适合当一个幼儿园老师。好，我得问你的，就是像这样一个人说了这样一番话之后，你现在的立场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立场的。可是女神上一期说了，对她来讲打动她的很重要的是颜值，所以这个颜值能不能打动你？颜值可以。哎，你颜值过了。所以如果他那样深情款款的对你说，你为什么不为我变一变？我都为你变了这么多，你好歹也动一下吧。那看他要我变的是什么？如果他要我变成他想要的脸，如果他喜欢小 S， 他想要让我变成小 S， 我不可能为了他去把我自己整成小 S 嘛。小 S 也会杀了你。这个，那如果是一些性格上的，我说，比如说是生活习惯这些，我觉得这都是小事，这不能算说是大的改变。那个你就做得到。这些我是做得到的。好，就是说明他完全没受这个辩题的影响，依然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好，我们来看看反方，反方是好，永开，他说的这么深情，我都有点感动的说。人家不是冲你说的，你感动什么？你不知道那种感动是少儿不宜的吗？其实一般上可以解决深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冷场。那为了证明我来奇葩说是有学到一点东西的，我今天决定学某些辩手的某些招数，我决定开脑洞。哦，各位记得一个观点：人没有优点，没有缺点，只有特点。所谓的优点，只是我们把一个人特点往好处看；所谓的缺点，只是我们把一个人的特点往坏处看。什么意思？周帅的特点是什么？爱开脑洞。往好处看，跟在他一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往坏处看，这善主真是不太习惯。往坏处看，跟在他一起，很多时候他讲的话你根本听不懂。所以优点跟缺点往往就像一个连体婴那样，在你铲除缺点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顺便把你身上的优点给顺便铲除，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当你要求周帅不再开脑洞的时候，不好意思，他不再说海德格尔，不再说向死而生，说拉皮条。请问一下，跟在他的身边，你可以学到任何东西吗？不会。所以在你改变的过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因为他换了另外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总有缺点的一面。所以为什么想要改变自己成为伴侣想要的样子，我们不建议，原因就在于这是一条走不完的不归路。当你改正自己的一个缺点的时候，很多时候另外一个缺点就重新蹦出来了。改蹦，最后你根本没有解决到你的缺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问我，那万一我们合不来怎么办呢？学会欣赏，把你自己伴侣最美的那一面瞧到你的眼前。很多时候我们在恋爱的开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希望伴侣改变？因为我们把他们特点最美的一面摆在我们的面前。可是随着时间的长久，我们觉得这个最美的一面我们有点看腻了，于是我们开始把这个特点慢慢的拐，慢慢的拐，慢慢的拐，结果看到了最丑的那一面。当初我爱上他，因为他够大方。结果我觉得大方腻了，好，我拐，我开始嫌他浪费钱。当初我爱上他，我觉得他勤俭持家，结果看腻了，我拐，我觉得他吝啬。在这一个不断改变态度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伴侣怎么改都改不完。所以要改的不是你嫌弃你的伴侣，尝试要他为你改变，而是尝试转换你的眼光，把你伴侣特点最美的那一面摆在你眼前，这才是真正爱情的相处之道。谢谢。李希，第一个问题，转换眼光算不算一种改变？不算。好，你刚才说周帅讲的话很无聊，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一个人爱他，那个人讨厌无聊的人，但是周帅的缺点变成了优点，这是不是一种包容？为什么一开始会跟周帅在一起呢？
为什么他一开始会跟周帅在一起？很明显，一开始跟着周帅的时候是所以欣赏这一个特所以点的。永开，你发现了没有？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说转换眼光，我自己转换眼光不算改变。好，第二个问题，不算为第二个了问题伴侣的改变。好，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不说爱情，在工作中，你有没有为名为利，或者为自己一点点私自的欲望妥协过、改变过？我妥协从来不为别人的想法。所以就是说，你为名为利，你也不妥协，从来不改变，你坚持你的原则。我愿意为我们伴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而改变，而是不断的改变成为他最想要的样子，不断迎合他，这是一条不归路。这还是一种改变。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他刚才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不管是什么，他要坚持他的原则，他永远的不妥协，说明他是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你们懂我意思吗？这很可怕。我爱名，所以我愿意为名改变；我爱利，我为利改变；我爱你，所以我才愿意为你改变。我提醒你，今天我们的辩题不是要不要改变自己，而是希望要不要改变成为伴侣想要的样子。我承认你可以为了伴侣成为更好的人，可是千万不要迎合他的想法，这是一条不归路。好，谢谢，谢谢。好，潇潇骑了陈永开，但是不知道到底是谁骑了谁，好像这个胜负难分。这边第二位是谁？我干嘛？我这是打架吗？不是因为我觉得手上东西特别多，影响发挥。那你为什么当初要把它带上去呢？啊，装。首先啊，今天我先跟大家不聊爱情，我就跟大家来聊改变。我觉得当我们两个人彼此欣赏、彼此喜欢、彼此吸引，我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叠的时候，我们欣赏着同一片风景，我很难不被你影响，不受你改变。比如说，我来到奇葩说，认识了一堆朋友。好，我跟马薇薇做朋友，我会觉得我自己变得理智了一点点；我跟范甜甜做朋友，我会觉得我自己变得洒脱了一点点；我跟艾丽做朋友，我会觉得学好一门外语很重要。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颜如晶？曾经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范甜甜一句话，她点醒了我。她说：“潇潇，你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如晶吗？因为如晶身上有样你没有的东西，那就是纯洁。”哇，我觉得这简直是真爱！我跟你讲，当我和如晶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干净了一点点。你们懂吗？我可以在马薇薇面前肆无忌惮的换裤子，我可以跟范甜甜整宿的讨论彼此的。你有，都是你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很多事情我在颜如晶面前我不好意思做，很多话我在她面前我不好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自己说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最真实的那个你自己，往往是你最放肆、你也最瞧不起的那个自己。你们知道我每次回去看《奇葩说》我自己的表现，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吗？不用你们说我娘，我自己都想给自己2耳光。这就是我对真实的自己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所以你们与其说我喜欢颜如晶，倒不如我告诉你们，我更喜欢那个在她身边的我自己。这个话好看。有很多人每天给我发私信，问我一些感情问题，我很少回答，不是因为我懒，但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懒，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情感专家这个职业的，你们懂吗？我在每一段恋爱当中改变的、学习到的感悟都不一样。可能我今天可以很消极的告诉你，结婚不如养条狗。我明天我恋爱了，我又可以很乐观的告诉你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这就是每一段恋爱带给我的改变。所以，我是一个抽烟、喝酒、说脏话的坏男孩。我知道抽烟不好，
我知道喝酒不好，我也知道说脏话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做很多事情都不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改变？因为我们太舒服了，我们懒得去改变。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人，让我爱上他，让我不再计较得失，让我不再心猿意马，让我不再随波逐流。因为我知道，当我爱上他的那一刻，我就已经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所以，当对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不愿意为对方做出一点点改变的时候，我不会说你们自私，我会说你们没有爱我。谢谢。好，对方是谁？我。周晨。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大家。我想说，潇潇真的很了不起。我从第一季看到现在，连我这个第一季从来没有参加过的人，我都看到了潇潇的改变。可是潇潇刚才说，跟如今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干净一点；跟甜甜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放肆一些。可是这是他们想让你改变成样子吗？这是你自己的改变，你自己吸收了他们的改变。各位。对方说的没有错，我们人时时刻刻都在不断的改变当中，我们吸收信息，释放信息，我们为了身边的一切不断的调整自己。可是这跟今天的这个题目有直接的关系吗？今天这个题目说的是，我们要不要在恋爱中改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它至少有2个前提，2个关键的问题。第一就是怎么改，然后第二就是为了谁。好，我们先说怎么改这个问题哈。我们认为啊，恋爱中你可以随便改，但是这个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并不应该取决于对方想要什么。举一个类比来说好了，那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做设计的或者类似的做文案的工作吧。那每一个初入行的设计师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客户说：“哎，我想要你改一改你的设计。”这是一条不归路，对方面。我经常被这样要求，对吧？马东老师说，那个广告商可能会让你改一改你的说辞。那比方说了，客户就说你那个字儿能不能再大一点？那我把字改大了的时候，他就不能一行过。客户又会说，我想要那个一行过，那我就要把那个字压扁一点，会看不清。那客户说我想要看清楚一点，我就要把那个笔画画得很细啊，画到最后的时候，对方说我不是让你改大一点吧？怎么看上去这么细啊？对吧？这是一条不归路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总是听客户的话，客户不满意，我也不开心，这是为什么？客户没有错，错在那个设计师。因为一个好的设计师啊，他不是听话，他是要体察客户每一句话之后真正的含义。在恋爱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要求和需求其实是2回事。你的恋人说我要买，你给他买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他可能还不满意，因为他的需求是我内心很空虚，我需要填补。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面，你听话是做不了一个好恋人的，你必须体察他的需要。这就是第一点，我怎么改跟对方的要求没有必然关系。第二点，为谁？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在恋爱中没有问题，工作中、恋爱中你可以改来改去，改成什么样都可以，可是不要把所有的改变都归因到对方的身上。各位，我们是自由恋爱的，没有人逼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谈什么牺牲不牺牲，我们只谈选择而已。各位，这就是我今天想特别说的一点。你可以做任何改变，但不要做这个归因，因为这会给你们恋爱中的关系增加无数的负担。你想想，我已经为你改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了，我已经完全抛弃了我自己，现在的这个人是你要的，所以这个人以后做错了所有事情都跟我没关系，都是你的错啊！以后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你永远欠我的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你为对方做的每一点小小的事情，在争吵的时候都会成为一颗一颗飞向对方的子弹，让你这段关系鲜血淋漓。你看吵架都是什么样子的，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就是那种我为你做了一桌子菜，你为什么不满意？我为你来到这个城市，你为什么还要生气？我为你抛弃了我自己，
成为了你想要的人，你现在还要抛弃我2次，你到底想要什么？各位，恋爱中你灌下多少鸡汤，就会撒下多少狗血。让我们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你就跟他说，我无论做任何改变，都不是为了你。都不是为了你，这听上去很薄情，可是各位想一想，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深情。因为我如此的爱你，我甚至都舍不得让你欠我任何东西。谢谢。是什么力量能让鸡汤变成狗血？是基因的力量啊！好吧，这边是谁？我。好，白邦尼。首先，刚才秋晨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对待客户要怎么样嘛？但是我想不明白，我觉得爱人不是客户啊。然后永开说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可以改，我们不拒绝改，我们只是说我们可以为了改善这段关系而改，而不是说为了你想要的样子而改啊。听起来很对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2个人想改善这段关系，我们俩开始聊天，我伴侣会跟我说，邦尼，我们俩今天聊一下我们俩改善关系的问题吧，你觉得我们俩应该怎么改善？不可能啊，他会怎么问？亲爱的，你想要我变成什么样子？你能不能说给我听一听嘛？这个其实是你们俩交流的开始。所以说有的时候永开啊，我觉得你们那个心态，你说我要迎合对方，我改变了就是迎合对方，其实你已经把你们俩分出一个高和低了。你在用迎合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你把自己放低了。在一段平等的关系中，无所谓迎合嘛，对不对？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爱情就是运气，只要我够幸运，我就能找到那个合适我的人。一旦遇到他，我什么都不用改，我们俩100%默契，永远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当我变成一个大女孩的时候，我知道爱情不是运气，其实爱情是一种能力。爱情不是让你去找一个非常合适你的人，而是找一个好人和他一起慢慢合适。爱的能力是什么？其实就是改变的能力嘛，就是看到对方那个需求，并且愿意放下自己暂时的需求，有的时候去满足他的那个能力。当你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小女孩了，因为你的心里不再是我想要什么，你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词，叫我们。其实相爱并不是说你要在正确的时间遇见一个正确的人，而只是你在愿意改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愿意为你改变的人。所以然后我想说一说刚才他们的那个困惑和那个担忧，就是说我为一个人改变会失去自我，就像他们演的那样吗？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有这个困惑。我觉得要不就全部，要不就全部，没有中间路线嘛 ，nothing or all。后来我发现我这种心态不对，我错了。为什么？因为我把自己的自我建立在太多细枝末节的东西上边了，牵一发动全身。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是一堆又脆又硬的碎片啊。一个良好的自我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一个柔软的、有弹性的大圆球嘛。我的样子是我，但我不仅仅是我的样子；我的习惯是我，但我不仅仅是我的习惯；我的工作、我的爱好都是我，但我不仅仅是这些啊，我是全部的一个集合嘛。所以，当你有的时候跟我说想改变我的习惯的时候，我不要就那么愤怒，就那么玻璃心，对吧？何妨一变，何妨一改，何妨一踹呢？就算你改了。变了，最后发现其实我们俩真的不合适，起码你得到了一个答案啊，这也是进展。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是周迅跟我说的，我问他，我说你上一段感情最后是怎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动，他说我所有能做的努力我都做了。然后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一天也许我的爱情也不得不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非常骄傲的说，我能做的所有努力我都做了。我能做的改变我也都做了，我对得起我的这份爱情。自我的我其实是什么？我想了很多年，想到一个答案，不一定对啊。就是其实你的那个我，就是你来到这个人世间，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改变，最后累积成那个结果嘛。我们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成品，就是完全成熟的，不用改变，不可能的。然后现在站在我这里的我，是我一个人的成果吗？不是的，就取决于那些我遇见的人，我爱上的人，爱过我的人，然后改变了我，也被我改变的人，就包括那些我当时可能不是那么情愿，但是我事后甘愿的那一切，加在一起就是现在的我。然后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喜欢，就是
其实每个人都是来度我的，都是来度化我的，而每一个改变其实都是礼物。周玄毅，要残忍的奇袭他。我要发动本轮最奇怪的一轮奇袭。我们现在关门放秋晨。这个很有意思吗？在哲学上？说实在的，因为这个确实太过于绵软了。说实在的，我等会儿会给一个很硬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不太适合这个。来，秋晨来继续。明白了，那个没懂啊，继续吧啊。我其实经常看你写的很多文章啊、专栏、博客，我都有看。那你能总结一下那些问你问题的人，他最常问的问题，他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吗？大家一般都会问我一些关于的问题。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的是，所有的读者问你的问题是归结下来只有几个字，就是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是在座所有人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人生中所有的困惑或所有的矛盾都是来自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想问你的是，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勾勒出我想要的人的样子呢？我觉得是这样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未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们会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我们反推过来是能够勾勒出那个样子的。你要啊，成功了。没有了，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相处的过程当中很简单，就是你希望我为你改变，可是那你能不能够为我改变你想要我改变的这个想法？那如果你想要我改变，但是我不想要改变，其实都是要变的。不管怎么样，在所有的感情关系中，不变是变态，变化是常态。没问题，变化是常态，可是我到底为什么变？你能够告诉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为我。对，为爱没问题，可是到底是为我，还是你为我，还是我为你？你分得清楚吗？为了我们双赢，为了一段爱情。好，到这儿吧，来啊。奇袭一般都结束于绕口令模式。我今天方妮今天抵抗奇袭抵抗的非常好，非常好啊。岿然不动，关键是他守住了自己。可是我也觉得奇袭者表现了一定的风度，就是对，他有容许被奇袭的人好好的讲出他的立场，所以就各位选手以后奇袭对方的时候不要太欺负人，就是不要都不等对方回答就一直奇袭，那你只是奇他，你不是奇袭他。对，整个这个奇袭里面，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介绍奇袭者的那个人。到底说了什么？我真不明白，他刚才那个招式是，对啊，这个他就是说我要杀了你，然后把刀递给旁边的人。就是啊。好，周学义，你刚才说你承诺我们你会有一个非常强硬的，马老师好，状态，各位观众好。首先我要道个歉，说实在的，在之前的《奇葩说》录制里边，我给我的队友挖了无数的坑，真的有时候午夜梦回，我都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后来我想了想，真的，我为什么会挖那么多的坑？说实在的。我不是故意的，真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奇葩说》这个节目。说真的，我是很喜欢，所以我特别想为这个节目改变某些东西。那好啊，那我也做一个逗比，那我也讲笑话了，那我也做一个奇葩了，结果我就变成一个坑了。我喜欢这个节目，我爱它，所以我愿意为它而改变。可是最后这是很失败，所以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今天完全不为这个节目改变。现在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个奇葩说的舞台，我就是一个大学教授，我给大家在讲课。我给大家从几个方面去分析一下刚才整个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逻辑，刚才秋晨讲的那个逻辑，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让别人改变成你想要的样子，那别人也会让你改变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为什么就不能改变自己想让别人改变的那个想法呢？他不是在绕口令，他是告诉我们，当你想要为对方而改变，而且你觉得对方也希望你改变的时候，对不起，这个时候你开启了一个不同的模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是有模式的，比如你在听一个大学教授讲课的时候，你有一个模式；你在听一个喜剧演员讲课的时候，你有一个模式。那么在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启的是什么模式？所有人都没有讲，应该开启的是相容的、包容的、互相欣赏、互相去发掘对方优点的那个模式，对不对？可是当你说，哎，我为你改变一点点的时候，你有没有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那你能不能也为我改变一点点？我为你做了饭，你能不能为我洗衣服？我为你戒掉了网瘾，你能不能帮我戒掉淘宝？
我们这个时候就从一种互相的包容的模式，变成了一种互相的，说的好听一点叫鞭策，叫激励；说的不好听一点叫互相的挑剔的模式。而就算是激励，它真的是我们恋人之间应该相处的一种模式吗？爱情毕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休息的场所，它不应该是一个竞技场。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改变的问题，但是归根到底是一个模式转换的问题。我不希望大家陷入到一个错误的模式里。第二个，我们在相爱之中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它的方向是什么？我来说一个例子。古希腊神话里边有一个仙女叫 Echo， 就是回声这个词。Echo 爱上了一个美少年啊，就 Narcissus， 就是这个水仙花这个意思啊。他爱上这个人之后，他真的是为对方放弃了自己的所有，他成为了对方的回声。可是这个时候，他获得了爱情吗？不，他获得了一个丧失自我的结果。而这个纳西索斯这个人，他也获得了爱情吗？不，他获得了一个自恋的结果，他最后变成了一株水仙。所以，当我们开启一个我为你放弃我自己，我为你成为一个回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对不起，最后你们的方向是成为一株水仙，陪伴着一些回声，而且这个水仙还不开花，它还装蒜。我们希望的不是在水边有一株水仙花，然后它身边围绕着无数的回声，你丧失了自我。我们希望的是，哪怕你们双方做一株并不完美的狗尾草。谢谢各位。谢谢。康永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作为一个导师，你在一个大学教授、哲学教授正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你摆出了一副上小学的时候困了。对，这是什么态度？教授说要我们转入听课模式，所以听课模式就是这样。对对，这个不着急啊，这个恭喜这个周旋义啊，你终于找回了你自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屋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哲学系？你看，让这个最不可能考上的人说一说。首先，刚才我们周老师啊，用行为艺术告诉我们，他不改变，我们还是不会喜欢你。好，其实刚才对面一直在给我们设一个什么样的陷阱，就是告诉我们，你改变，你就会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变成。就是他脑海里的那个自己，你有没有想过，恋爱是一种磨合？我们改变不是说让我们变成充气娃娃，他幻想中的那个人。有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优点彼此吸引，而我们到底能走多久，是因为看我们对对方缺点的包容程度。如果我们在恋爱当中放弃一些自己坚持的原则，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会坚守一条底线。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为对方改变自己，不是说希望他能留在我的身边久一点，仅仅是希望提高我们恋爱的质量。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要求我改变，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这个时候我们谈的不是改变，而是分手。谢谢。哦，我警告你们双方啊，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但是太严肃了。啊，你们要是再不给我举人生例子，能让我听懂的话，我们就直接讲个故事。来吧。大家知道《奇葩说》录到现在，我是唯一所有选手中从来没有讲过自己故事的人。在这一集，我要讲一件自己的事情。真的吗？这是第一，我有男朋友了。我们很吃惊吗？哼，你们不吃惊。嗯。第二是周旋义。放一个。我们相爱吧。我终于可以把秘密说出来了。好，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讲过自己的故事？哪怕有一些立场，对我讲出自己的故事来说，其实是超级有利的。什么意思？我有的时候说，你们不要跟我比惨，为什么？因为说真的，我家庭相对是坎坷的。说真的，我现在状况是相对你们很多人是不好的。
所以打父母、亲子、人生坎坷、爱情经历，不好意思，在座各位，你们能跟我比的人不太多。可是你知道吗？用自己的故事去改变别人的人生，好容易导致别人的故事写错。因为故事这个东西是不能通用的，所以我很怕那些爱情导师，因为他导着导着，你们的人生就迷失了。好，那么我今天宣布这2件事儿的原因是什么？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你看，我现在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我居然当着所有人说出了自己的私事儿，这对我马薇薇来说是惊天动地第一回。好，但是我现在有2种选择。第一，我告诉周旋义说，周旋义，我是为你改变的。为什么？因为你跳输了。第二，我还有第2种选择。对，我告诉他，告诉自己，告诉现场所有的观众，我之所以这么做出这种改变，是因为老娘愿意。所以你们知道吗？你们这种心态很苦情，就是什么？我在爱情中做的一点点改变，一点点牺牲，一点点调整，都是为了你呀，你。可是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你会让对方背上超沉重的枷锁。像樊姨说的那样，我都为你变了这么多，你能不能为我变一点？这时候我们互相的变成了什么？交换，人称爱情买卖。娇娇说的是什么？是你让我变成更好的人，你明白吗？你把你的人生赌在这个人身上，他不仅负自己的重飞翔，还要负你的重飞翔。这个人活得很辛苦。邦尼告诉的我们是什么？是包容，是宽容。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个包容，你这个宽容，让对方显得特别不是东西。宽容和包容这个词一旦用出来，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呢？叫做你不行，你不好，不过老娘忍你。你能忍多久？对方能忍你的忍多久？这份情我怎么还呢？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我经历过婚姻的离别、生死的离别得出来的一个道理。未必可以普世，可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小小的参考。就是我这一生，我所做的任何改变，我都希望各位理解，我是为我马薇薇。所以你们任何人都不欠我的，所以我从来不骂我的前度。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这个改变失败了。由于他是因为我马薇薇自己乐意，我也不会再怨恨任何人。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的，也许难走的路，可是这是为自己负责的路。谢谢各位。哎，我觉得马薇薇有一种替夫从军的那种壮烈，我不知道为啥。这个，我觉得马薇薇恐怕把在奇葩说讲自己的故事这件事情看得太严重了。对，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就讲个故事，就跟在生活中讲个故事别人听听一样，对你来说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你一旦打破这个原则，你是用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情在面对它的。可是其实故事，我跟你讲真的，故事的影响力不过如此而已。大家听完10秒内就烟消云散，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沉重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身上。康永哥，其实我真正不愿意说的原因，真的不是说
太复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哦。我觉得很多女明星会不会遇到这种事，就是我们如果一开始靠炒作成名的女明星，她也会衰于炒作。她靠自己的私事，而不是自己能力成名的任何一个名人，最后非常不幸，好像他们也会因为自己的私事而失败。所以我成也好，败也好，我希望是因为我的能力，而不是因为我你已经证明，你已经证明你自己了，所以没问题。甜甜，甜甜，哎呀，难得跟老马对一次啊！作为一个在这个舞台上最喜欢讲故事的老阿姨呀，哎呀，我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卖了，是不是？男朋友将来找不到了，上一集放出来，爸妈也快不要了，你说这。我想说一个很开心的故事，就是恋爱中没有一个男朋友想要改变我，都是我吵着闹的，特别想改变成他喜欢的那个样子。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这就是爱情啊！有的时候我会揣测，他从来没跟我说我喜欢长头发、短头发，我尝试各种长度，我就看他喜欢我什么样子。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的高兴，我觉得满足于我自己所有的乐趣。比如说，我前男友喜欢搞音乐，我听了大概8000多张唱片，现在我在音乐上非常厉害的，我告诉你们。我有一个男朋友特别喜欢看电影，特别喜欢读书，我跟着他学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我想尝试东西叫一种共同语言。像我是觉得恋爱像天一样大，所以刚才潇潇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忍不住要流泪。可是每一次我为对方做的改变，我都是无比的快乐和欣喜的狂热的接受着，到以至于今天35岁，虽然他们都过去了，可是我身体里承载了太多的故事，然后我承载了太多跟他们的回忆，还有为他们改变的那些优点，所以我现在好多的优点。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挖不完的一口深井冰，把我这么美好的自己留给接下来那个男人，他是何其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恋爱中所有的看法，有马薇薇这样的看法，也有我范甜甜这样看法，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这个舞台最有魅力的地方。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我觉得双方就都差不多了，我们让2位导师和团长来给我们做最后的发言。在这之前哈，其实真的心如在这个舞台上面，你别害怕，这是在这个舞台上面，每个人都在分享自己的故事。在所有这些人当中，现在唯一的不肯讲的就是你。刚刚勇哥说了，我们的故事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啊。好，那个最后我们要请我们2位导师，然后看看谁能说动女神，到底最终这么没主意的人，最终会偏向哪一方啊？谁先说？金姐先说吧。我先说吧。好，没事，我先说吧。咱们人开始有那种荷尔蒙冲动，开始就要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就进入一个恋爱状态了。为什么寻寻觅觅的去找爱情呢？因为我们都想找一个合适的、准确的人。当你面对那个人的时候，永远是180度的面对。恋爱是180度，通过恋爱慢慢我们转换、转身，希望他能接受我的360度。有的在转换过程当中已经不合适了，就分开了。当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像甜甜那个状况，我也出现过飞蛾扑火。当我飞蛾扑火找到了我的爱情的时候，最后那个人不要我了，因为他说的我要的就原来那个你。从此我就得到了一个经验，每次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先把我的缺点告诉他，我就这么一个人。如果你能接受，咱俩往下走再约；如果你不能接受，咱俩就到此为止，还可以做个朋友。2年前我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叫做我不想改变世界，也不想被世界改变。这一点在我的爱情经历上也同样有用。一直到我36岁时候碰到了我的先生，38岁嫁给他，就是因为他包容了我，接受了我所有的一切。曾经我谈过一个男朋友，说你干嘛要提你那个变性的经历呢？你可以嗲嗲的像我认识那个样子，很性感就可以了，我不要知道的。我说你不知道，你愉快了，你满足了，我是痛苦的，因为那个不是我真实的我自己。当你想这份爱情发展到360度无死角的时候，你不要改变，要真实的面对。而且真正的爱情是为了爱情，我愿意往后退一步，他也退一步。每个人在退一步的时候，情感在叠加着，最后2个人是合适的，这个齿轮是合茬的，
可以转起来，你们俩可以走向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婚姻。所以说，爱情并不是说我为他改变，而是你要了解我、理解我。准确合适是一切我们寻寻觅觅爱情这么多在哭啊喊啊闹啊所有的爱情故事编里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要找那个合适的准确的，而并不是为了改变的爱情。说完了。先回答一下今天我听到的几次出现的说爱情没有所谓的导师这个看法啊。我觉得世界上其实大部分事情都没有导师，所以奇葩说好玩的地方就是打破这些导师所讲的那些道理，然后让大家各取所需。我认为所有听专家意见的人都只是在听他自己想听到的东西而已。对，所以不要太给自己压力，就是尤其是马薇薇，不要太给自己压力，就是你说出口的话会多么严重的扭曲别人的人生，他们只会索取他们要索取的那个部分来支撑他们自己的决定而已，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事情。好，那至于今天这个题目，我其实比较想要把焦点放在所谓对方想要的样子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对方想成是别人，我们把这个对方想成是我们自己。在座这么多的女生跟男朋友吵架不开心的时候，心里面最常浮现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跺了一下脚，翻了一个白眼之后，你心中立刻浮现那句话就是：他为什么老是不懂我？他为什么这么不了解我？那这时候如果我飘出来说，爱情不是关于懂跟了解，你们搞错了，你们就会一巴掌把我挥开。你们在恋爱当中想要被懂，想要被了解，这个很重要。所以当对方说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说不出来，可是我就是有想要的东西，请你去摸索，请你去像范甜甜一样的改变300种发型，来试着找到一种是会令我露出微笑的那个发型。所以范甜甜今天很难得的以喜悦而开朗，而不是控诉天下的态度在陈述她的论点啊，那表示爱情给她治疗了很多，给了她很多力量。那所谓对方想要的样子，是他呼喊出来的吗？我认为不是。你们在座的女生如果大声的呼喊说我要你为我戒烟，我要你为我早回家，那个你们就觉得不值钱了。你们就是希望你们的另一半能够自己感觉到你要什么，然后做到那件事情，那个是爱情当中珍贵的令你感动的部分。所以我不认为今天反方的人所说的那些话说我为你改变，然后我会拿出来跟你讨债，说老子为你做这么多，结果你都不为老子做一点点。我认为吵架的时候只是气话而已。爱情的本质的确是在摸索对方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能够给他什么。那你要把这个归咎于说，像秋晨所说的，我要把这个归到一个盒子里面，说这叫做我为你做的改变，然后你以后都欠我。我觉得在座大部分的人谈完恋爱之后，不会有算一笔账说你欠我多少，我欠你多少。像马薇薇说的，这笔人情你还不起。我们谈恋爱没有人在还人情这件事，所以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爱情的本质应该是体会对方的需求，然后满足那个需求。那个需求是对方大声呼唤的，或者是暗中透露的，或者是像范甜甜一样你去百般摸索出来的都好。可是你摸索到之后不改变，这个在我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们讲了很多开心的例子，我举一个伤心的例子，就是人都会衰老，最后哪一方弱下来了，另外一方就得变坚强。是变弱的那一方在呼唤你说你要撑住我，因为我现在已经弱了，我不行了。不用，你看他倒下了，你就知道此刻的你如此衰弱，需要我自己重新撑起来，我要变成一个让你依靠的肩膀，这就是改变啊，这个是爱情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你们说不为对方改变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第一个，不要逼对方说出口，当他说出口的时候，那个改变就不那么美好。第二个，为对方改变后不要算这笔账，是你自己的选择，可是是为对方做的改变。讲完，谢谢。你有主意了吗？
我的那个其实恋爱经验也不是特别多，然后那就来聊一下吧。就来这边也是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我改变过，我曾经为对方改变过，但是在那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是开心的，有时候我是不开心的。我觉得有时候改变了，我已经不是我了，但也不见得是你想要的样子，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想要是什么样子。我失去了我自我，同时间我也失去你了，因为我们两个最后是没有结果的。但是你说爱情真的没有一定的，我为你变，或者是我一定为你不变。可是如果今天我再遇到了我想要的爱情的时候，我会为他改变。这个题真的是，这太难了，非常险恶。题目叫做“恋爱中该不该改变自己，成为对方想要的样子”。这个世界上啊，最说不清的就是“改变”这个词儿。我们把题目换一换，学校里我该不该要成为老师想要的样子？工作中我该不该要成为老板想要的样子？鬼能说清楚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怀着一颗愉快的心情，端起一杯雅哈咖啡，和别人愉快聊天儿，吃一把 豆，让自己变成一个豆。实在聊不清楚，就开着一辆狂拽炫酷大天的东风标致308S 绝尘而去。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变，只有一样不会变，就是我必须把广告念了。好了，请我们全场的观众最后表达你们的态度，该改变还是不该改变？3、2、1，看看最后结果，正方胜出。直到有一天我走过一面镜子，我才想到，其实原本我只是想做一个快快乐乐的水手。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人，让我爱上他，因为我知道，当我爱上他的那一刻，我就已经遇见了最好的自己。如果有一天，也许我的爱情也不得不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能做的所有努力我都做了。正方一共3位，谁能获得今天由古力多燕麦牛奶提供的10万元抗饿基金？3位导师，请做出你们的判断。金姐，为什么是他？我一直想给他来的，他是最棒的，这次新奇葩当中他是最突出的。就是所以老奇葩就已经不存在了女神，为什么是他？其实不存在任何私心，单纯就是因为他的话打动到我了。康永哥，他今天的发言证明他还是有人性的。哇，这就剑指最没有人性的那个人了。好，让我们依次亮出题板吧。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获得本场10万抗饿基金的是百邦尼，祝贺你！祝贺邦尼！好，谢谢送出这个10万抗饿基金的古力多燕麦牛奶，同时隆重感谢有钱有势不如有范儿的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再见。那完全不是勇敢的说出来，就是顺其自然的说出来。说实话，我觉得整个人心里会踏实很多吧。友情变成爱情，然后最后能走到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幸运。我甚至都知道周旋逸是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人，因为他这个人特别傲娇，说话超级难懂。可是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我觉得马薇薇最引起我欣赏的地方，是他能够欣赏我那些不太能够被别人欣赏的地方。历史上可能学哲学专业单身的居多，
因为很多哲学家根本就不相信我在这一世能够找到所谓的灵魂伴侣。其实我本身也不是太相信这一点，现在信了。这一期由于周旋义他们输了，所以呢，惩罚内容是连我一块儿的，不都怪你啊？所以这次的惩罚的题目就是要秀恩爱。对，我觉得这是对观众朋友们的惩罚。不是，这真的是对我们的惩罚。说实在的，因为好像这是我们最难做的一件事。对，因为我们两个我们有恩爱吗？去死！周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意淫狂和屌丝的狂欢题。晚饭要吃的硬气才是真男人。你看周老师录了多少集了？每一集周老师都有一个坑，每一集薇薇姐都站起来。这不是一家人吗？第一，我有男朋友了；第二是周旋义。哎，我还稍微秀一点恩爱吧。啊，好恶心，好恶心。我们不太擅长在镜头面前，可能，我觉得很多你平常不是这么扭捏吧？很多真人秀节目再也不会请我去了，你知道吗？也是，我阻碍你的事业发展了。大概是这样。对。终于可以说出来了，我是全奇葩说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你们知道好朋友谈恋爱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还说恋爱中不要改变自己了，就是见色忘义。既然帮着周旋义，看着周旋义快输了，他就给我放大招。我一脸的假笑，祝福他们幸福。其实我内心有一种悲凉，主要是我看着周旋义羊入虎口的那个瞬间，有一种对生命逝去的感叹。我从来没有看到马薇薇脸上泛着红晕。哎呀，那个苹果肌是红红的，就完全幸福的小女人。而且我仔细观察下，她和老周还挺有夫妻相的。不过就是还是很为他们开心啦。然后我和甜甜呢，打算找周旋义，就是聊一点姐妹之间的掏心话，就是要交代一些事情给她，好不好？真心的为她感到高兴，没有任何羡慕嫉妒恨。我觉得奇葩说给了她很好的事业，有了爱情，我认为是最好的礼物。